中东的这个状况，现在看起来，哈马斯昨天凌晨在台北时间拂晓出击哦，他突然对这个以色列发动猛烈的攻击，发射1000枚火箭弹，有人说是5000枚，有人说是6000枚来袭击以色列。而现在以色列是两面交战，除了要对抗在加萨这边的包括哈马斯武装分子之外，在它的北边，我们也可以看到黎巴嫩这里呢，其实它也要防堵。为什么？因为黎巴嫩的真主党在边境的多夫山区也在朝着以色列开始攻击了，主要是要摧毁远程的雷达装置。以色列的国防军也正式展开反击。我们先看看哈马斯它是一个武装的部队，它入侵以色列以色列在这儿的9个地方都发生了交战，交战区您可以看到呢，大概都在加萨走廊的这一个区域那以色列呢也赶紧宣布有17个撤离区，您看到在地图上黄色点点的地方都是大的城市，人口密集的地方全部都被撤离了。有11区响起了警报，包括您所熟悉的耶路撒冷这几个大城市都被哈马斯来攻击，而且这是有计划的。除了用火箭炮远端攻击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武装人员用空降的方式或陆路的方式进来这个以色列，有绑架平民，甚至有传出平民被杀害。而我们看到以色列在加萨边境部署了10万大军，在这个边境上面，以色列的军人部署了10万大军，趁着夜晚500个这个哈马斯的目标，他们往这里来袭击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包括加萨走廊也有很多的大楼被摧毁，也有很多平民无辜的死去。各国都在谴责，包括以色列对哈马斯展开的反击，这个是一个报复性的反击，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100人。我们看到两边其实都在做无情的攻击。以色列的官方公布境内有700人死亡，这是以色列数十人被绑架。加萨是400多人，所以加起来是1100多人，这仅仅是到目前为止的统计。未来如果他们不停战的话，那恐怕会更严重。而另外我们看到过去以巴冲突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过去的资料显示什么呢？如果以色列有一个人，不管是平民或是军人被杀，那这个包括这个巴勒斯坦就会有10个人可能被杀死就是加倍奉还，因为以色列的军备、以色列的武器都比较精良。在2014年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包括两边的死伤人数是2000多人，所以这一次在2023年的死亡人数会不会再增加是不是10倍奉还？外界希望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恐怕都很难避免。而我们来看看包括以色列2个防卫利器被破功了遭到了突破。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铁穹的这个防卫系统怎么搞的？没有发挥作用吗？其实并不是的。您看到在暗夜中，铁穹有发挥作用，只是哈马斯的火箭炮更加的密集一次是用几百枚、几千枚的数量来攻破了铁穹的防卫。所以您看到在暗夜中，5000名火箭弹穿破了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黑夜中很像在放烟火一样，可是可惜那是很残酷的景象很多平民、很多目标这个都被打中了，很多平民死亡。另外以色列这一次被突袭，有人就讲这是珍珠港时刻，就是当时的2战时期的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美英以情报体系被震，徒有虚名。怎么说？包括了 CIA， 包括了摩萨德，这些都是很有名的情报系统，怎么通通都在状况外呢？不可思议啊！包括3月10号，中国还有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及伊朗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其实他们的系统，西方的系统也都没有掌握到。还有这一次的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更是完全在意料之外。我们看到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已经这个打击群通通已经开始往中东地区，还有包括地中海来航行了，准备要协助以色列。包括美国也证实至少有4名公民在袭击之中丧生，还有很多美国公民，多名美国公民被劫持成为人质。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部长奥斯汀宣布要派福特
号的航母，以及诺曼底号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还有4艘的驱逐舰前往这个地中海前往东地中海地区，并且在空中也会加强美国的空军的战斗机中队。我们看到哈马斯的武器，尤其是它的火箭炮，怎么搞的？过去看起来很土，就是土制的，那现在越来越精良。于是我们看到网络上就有人说，它的武器来源是从包括这个乌克兰。那乌克兰的武器从哪里来？西方来的嘛。您看到这个是从哈马斯的士兵拍片，他们自己说他们的武器是来自于这个乌克兰，是乌克兰的掮客或是乌克兰的军火商偷偷从黑市卖给他们的呢，还是怎么一回事呢？美国的众议员现在说我们要查，到底是阿富汗还是乌克兰从那边泄露出去的呢？那这个管制可能有问题，而另外也有人说，伊朗在资助哈马斯攻以色列我们看到哈马斯的发言人自己讲，他说这一次的攻击行动受到盟友伊朗的支持跟帮助，可是伊朗已经正式否认参与策划此次行动包括这个国际之间的角力跟联合我们来看。伊朗为什么会这一次力挺哈马斯因为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现在在美国的居中调和之下，跟以色列看起来关系越来越接近。那对哈马斯来说，他们当然不希望这样，伊朗也不希望这样美国智库就讲说，哈马斯过往都以自杀式的炸弹袭击或是发射土制火箭为主，可是这一次史无前例深入以色列国家的内部这个战略决定如果没有伊朗的支持，根本没有办法实现，所以很多人都怀疑是伊朗在背后撑着他们的。我们刚刚看到的拜登这一次是不是因为这个以巴的这个冲突陷入困局呢？拜登总统他大力的促成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建交，希望借着两国的连结，打造制衡伊朗的广泛联盟，而且要防止中国势力深入中东。可是看起来哈马斯的这一次的袭击完全打乱了他的布局，我可以说他的布局失败吗？来请教亮哥。几乎快失败了，因为如果以色列进去加萨走廊，甚至还到黎巴嫩攻击那沙烏地阿拉伯一定要站队的啦，他一定要站在阿拉伯兄弟那一边啦，所以他就失去理由跟以色列再接近那拜登的计划就是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和解嘛，那正常化嘛，然后他就提供核能给沙烏地阿拉伯嘛，那沙烏地阿拉伯也希望从这个过程中协助巴勒斯坦建国，可是给人家感觉这个议题不见了啦，所以巴勒斯坦的人当然会焦虑嘛，就觉得说你是不是要抛弃你的弟弟啦所以巴勒斯坦的激进派就产生了这个行动。我觉得这个行动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想要阻止这个行为啦，阻止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和好。不，主要是沙烏地阿拉伯，他在靠近以色列。那事实上这个火箭弹如何运进加萨走廊，这个已经变成一个谜啊。因为你刚刚讲的没错啊，它本来都是像土制的都是架在地上那种土制的那这次完全不是啊。而且数量如此之大因为它的数量如果射到一定的程度，铁穹的饱和度就破了嘛。所以它量那么大，当然就会，比如说他假设他打了5000枚，那大概也有500枚真的打到了啦。那这个当然就以色列不要见到的，是所以就打到了非常多的民宅嘛。说实在了那。当然，这里就是以色列，它是不是整个都失算了？就是军情系统怎么会失灵到这个程度了？而且这不是一朝一夕，这一定布局很久的。这个要运进去，那很大火箭弹很大那不是一辆车就可以运完的啦。对，所以就说这个是累积很久的行动嘛。那这个，所以我觉得现在未来的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说以色列要打加萨走廊这个地方是300多平方公里，住了327万人。你去想一想那个人口密度。所以以色列进去，如果真的地面部队进去，就是一定会巷战。
你去想想那个死伤人数，这个就难以想象了。是啊，可是以色列向来都是空军是绝对没问题的，他空军跟导弹都是绝对优势，那他目前进行的就是这一些嘛。你看到10万大军，以色列的10万大军已经在这里了。对，如果他往加萨推进的话，推进你就要进入巷战，是因为人口太密集了。这里面这样300多平方公里，里面有327万人呢。对，你怎么弄啊？然后他说他要消灭哈马斯，哈马斯已经都散在里面嘛。那我真的就不知道说这个会造成什么结果。而且他因为说是战争，对，所以他已经宣布啊，就直接可以开枪了，他没有限制。对平民也没限制。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哈马斯？是。哈马斯就是跟老百姓长得一样，就混在一起。你怎么弄啊？对，我们现在看到以色列的纳坦雅胡说这是战争哦，所以飞弹好几枚已经射向了加萨走廊。您看到加萨走廊这边好多清真寺，包括民房都被摧毁了，一夕之间摧灰湮灭哦，已经有400多人死亡。这个都是用导弹，这是用保守的估计，对，这是空中导弹，对，可是地面部队还没进去。对啊，万一进去之后，加萨走廊会变成什么样子？你怎样都不知道。来，这个舰长怎么看？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这张手板啊，其实就是我们现在那个以前啊，大家的重点叫做 Iron Dome， 也就是铁穹。铁穹一般被认为啊，它其实防空，就是它其实不是真正的一个防空，它其实是针对迫击炮、那个火箭弹，还有对于这种榴弹炮的一个反制作为。偏偏这些武器，也就是哈马斯使用最多的武器啊。那我们这样子来讲啊，那其实没有永远啊，武器永远是矛跟盾的关系。我们一直都说铁穹好棒棒啊，铁穹不但好棒棒到什么程度，连关岛都在装铁穹。关岛现在打造成一个刺猬岛，它也在装铁穹。可是铁穹这次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事实上来讲，我们在讲饱和攻击的时候啊，其实它有3种饱和。一种饱和叫数量饱和，一种饱和叫方位饱和，一种饱和呢叫做那个 line of sight 的饱和，也就是瞄准线，也就是你的雷达的饱和啊。这次3个饱和一起出现，为什么？因为根据现在的资料，一次出现4000枚到5000枚，这个绝对是数量饱和。第二个，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些飞弹的飞行轨迹，它其实以前都是平行的飞，这次是像仙女散花一样这样子打开来飞，意思是什么？它是一个点，然后向其他的方向飞。第3个呢，是我们讲的这么大的数量，让你的雷达就如此被饱和了。另外，它用了不对称的战法。我们经常啊，我们台湾有人笑那个解放军使用这个叫做什么自转旋翼机，那个对岸叫做什么空中3蹦子啊，也就是一个像轻航机一样，上面可以坐3个人。但他说这怎么可能嘛？这一次哈马斯就是用这一种，他还用了飞行伞，也就是说，这一些大家看不上的武器，往往反而是最有效的武器。是，所以现在看起来以色列饱受袭击哦，不管是面子还有里子，其实都挂不住，因为他们的死伤非常的惨重。来，其实这一次我觉得最应该要去检讨的就是为什么整个乌焰联盟，包括摩萨的全部的情报系统全部失灵，这大概是赎罪日战争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情报失误，你完全没有这么大的数量，你要知道它很多东西是直接带到以色列境内去，就是他们现在完全没有任何预警。所以这个很显然出了严重的问题。那这还代表另外一个，我觉得这其实从另外一个侧面去显示了美国在中东的整个情报网严重的衰退，他对整个情报掌握非常的糟糕。那这个对以色列来讲就是警讯了，因为以色列被这些阿拉伯国家包围了，如果你没有非常有效的情报系统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去预测敌人的动向。那铁穹会失灵，这是完全意料中事。因为他叫铁穹，他是要防外面的东西，他从内部打你，请问一下你怎么防？根本不可能防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现在我觉得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就是之前过去对于哈马斯这些人，以色列都是加倍奉还。可是你这次还要继续做这样的事情吗？现在至少目前西方世界是同情以色列，因为他很多平民遭受到攻击。对。可是如果他接下来对这个加萨走廊展开血腥大屠杀呢？那
那西方国家还要继续支持下去嘛？对，这个以色列恐怕也要陷入两难之中。那我知道，其实现在很多残忍的画面都已经出来了。那我也认为以色列很多人大概会非常愤慨，所以我个人是认为以色列最好不要派地面部队，他就用空袭的方式可能会比较好处理。你如果地面部队一旦进去，你打巷战这种城镇战，到最后大规模杀戮开始产生的时候，恐怕以色列自己在那边都非常麻烦。那至于说这些哈马斯的弹药怎么来的，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整个中东地区其实都是供应他们的。你说所有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前苏联留下来，或者是俄罗斯，那甚至整个跟俄罗斯武器系统有关的几乎都有。你知道曾经有一辆这个以色列的坦克进入哈马斯的占领区域的时候，一台坦克就中了上千枚反坦克炮弹。所以你知道哈马斯手上这一类武器是非常非常多，而且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所以我觉得要去查这个源头，乌克兰大概跑不掉，但是很多国家恐怕都有份。是我们看以巴交战哦，全世界都发出不同的声音，那当然是谴责暴力哦，不希望有平民死伤。可是看看西方国家大概都是支持以色列。目前为止看到法国，说以色列有权自卫，可是，在法国这个国家里头，也有极左翼逆风挺哈马斯哦，那当然也被骂了。我们看到，包括欧盟跟英国纷纷谴责谁？哈马斯哦，因为毕竟是哈马斯先发动攻击的嘛。日本的岸田文雄也一样哦，加入谴责的行列。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包括这个有很多人这个在欧洲的，包括欧洲的国会欧洲的议会的议员，其实有一些人是有不同的意见，或是逆风。这些人可能是比较挺或者是同情巴勒斯坦的。包括您看到华莱士过去在这个今年的2月份，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为什么？因为他手上拿到一份资助恐怖分子的名单嘛。他说，为何资助恐怖分子为何就是防止资助恐怖分子的名单上面没有美国他认为这个很不公不义嘛您也可以看到，包括这个有一些国家，或是有一些不是西方国家为主的一些人像是伊拉克或是其他的国家都说，多年来的不公不义导致。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展开行动他们的论点是说，巴勒斯坦人这些人他们是被欺压的他们是不得已才做出这样子过激的行为。我们来看看以巴的冲突或是以巴的不平静，过去其实有很多的画面，包括这个画面是被在2021年的时候拍下来的。巴勒斯坦的一个小女孩，她跟以色列士兵有一段对话，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小女孩看起来只有5、6岁而已她用很流利的英文在骂这个以色列的士兵那这段视频也都在网络上面流传。其实以巴两国的这个两造的世仇其实问题很难解。包括您看到西方以外的国家，其实某种程度都对巴勒斯坦非常的同情。埃及还有包括中国大陆，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在第一时间有表态，他说要落实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才是解方。他认为要平息以巴冲突的根本出路，在落实两国方案，也就是他支持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王国。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美国的众议院的这个多数党领袖舒默访问中国了那环球时报的封面这张图很有意思他选的这张图是这些人抵达中国大陆的时候头发都被大风给吹乱那可能要表达的是说这个两国的前景可能有强风，有险峻的未来。而另外你看到陈吉宁，他是上海市委书记他欢迎舒默访华，他说这个美国企业要把握机遇来深耕中国的市场。舒默为什么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呢？大家也画了一个问号，因为舒默在美国被认为是一个反中人士包括您看到的把中国视为眼中钉，而去年发布的美国的晶片法案，还有今年的对华竞争法案，这些提案其实舒默都有操盘呢。
所以现在舒默他转向了吗？那拜登又打什么样的算盘呢？请教亮哥。舒默这也不叫转向啦，因为拜登从今年初一路从布林肯、耶伦、那个雷蒙多都去过中国啦，所以他去中国这算什么？所以行政部门都动了，他为什么不能动？那他去是一个指标啦，因为他是参议院多数党，所以呢，这个如果习近平真的要去 APEC， 然后要跟这个拜登有一个高峰会，我认为习近平就有可能跟他见面，因为他事先就喊说他这次来中国大陆希望见到习近平，所以习近平要不要给他这个面子？因为布林肯去的时候，习近平也接见了嘛，对不对？那Schumer 是在民主党里面算是有权力的啦，因为参议院民主党还控制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指标啦，就是如果真的见了啊，那就表示中国大陆真的想去跟那个拜登见面啊，因为目前真的很多讯息啊都非常的暧昧啦，比如说何立峰说要去啊，到现在还没有听到消息，对不对？然后说王毅大概是下旬。那王毅去之前，恐怕何立峰一定要先去吧，那要敲一敲经济清单啊什么的，对不对？可是你又看到美国那个 Raimondo 商务部长，就又不得不讲对中国一些科技又做了即将又有新一波制裁的那些话那听起来都很刺耳啊。比如说他最近又针对42家，说是跟俄罗斯军工有关系，就再度列入那个黑名单这样。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问我有没有必然的答案，真的不知道。而且香港特首李家超到现在还是没接收到，还没有接到邀请函，就是这种状况啊。所以我是觉得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啦，那因为我们就要从每一个重大的会面去观察它是不是一个指标嘛。所以我认为 Schumer 如果见到习近平，那就是一个指标啊。那 Schumer 这次来，坦白讲，他就是受托于美国公司嘛，企业界，尤其是美光啦，因为美光所在的那个州也那个议员也来了，是然后还有这个在上海有很多这个美国的金融服务公司嘛，他们想知道那个反间谍法的红线在哪里嘛，所以。这个讲白了，就选举年多少要向人家募款嘛，那总要帮人家讲讲话要回应一下民意啊。我大约是这个意思啦，所以我觉得就看一下吧，看他会可以见到哪一个级别的高官。是，所以我们后续还要继续观察。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舰长怎么看以巴的冲突？这个是大陆外交部他的发言，那也就是刚刚前子所念的，也就是说，基本上他要支持这个两国方案。到底什么是两国方案啊？其实呢，这个就是要回到1947年，1947年11月29号，联合国通过了181号决议案。这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就是亚拉伯独立国跟犹太独立国，犹太独立国是什么？就是以色列。那个亚拉伯独立国是什么？就是巴勒斯坦。那可是我们现在看到以色列独立了，巴勒斯坦呢，其实一直都没有独立。为什么？这个就是英美强权的介入，不让这个。巴勒斯坦实际上建国。那当初呢，除了这个条文其实很多项啊。那其实我也只是列举大端而已啦。那因为时间有限，我们直接看地图。我们如果看地图，当时它其实是有框线相关土地的。例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蓝色的，这个蓝色其实才应该是以色列的。那这个粉红色加上黄色绿色的部分呢，事实上就是巴勒斯坦应该要建国的地方。可是我们现在对比现在看到的，除了加萨走廊，除了约旦河西岸之外，还有什么？没有了。其他这些地方
通通都不是。这个是原来我们讲到1947年11月29号在181号决议案，应该当时通过就是这样，为什么不做？其实这也就是最近几年啊，那个大陆一直强调，尤其是习近平主席他讲说，大陆所支持的是基于联合国宪章以及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而不是美国所想要的建立的一个，不管是常备管辖也好，或者是国际秩序。联合国是所有国家做成的决议，而不是美国一国说了算。但是这中间真正黄掉的是什么？也就是之前在9月9日在印度新德里所通过的这一G20峰会所通过说要做的印度、中东，然后一直到欧洲的经济走廊，现在眼看就没了，眼看就不可能了。刚刚我们不是在讲印度吗？你觉得还可能吗？从这里，然后经过那个阿拉伯，那个沙特阿拉伯，然后再经过约旦到以色列，现在这条路还铺得成吗？不过也就是短短1个月而已，就不行了。来进一下广告。好，怎么看中东的情势？请教彬哥。其实你可以看到，虽然有一些人也是逆风，尤其这个华莱士，我对他印象很深刻，因为俄乌战争的时候，他也是在骂美国，然后这次又逆风了。那当然这是他个人的一个选择啦。可是我今天看到一个漫画，我也蛮感慨。也就是说，今天有个新闻嘛，就是有一些以色列的小朋友被俘虏了，然后他们就把他关在狗笼里头，然后还展示，那看起来真的是非常残忍、很不人道。可我看到那个漫画画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条界限，然后这边是加萨走廊，加萨这边的小孩子就是被炸得支离破碎啊，这样非常残忍。然后另外这边呢，以色列的小孩子，所有 BBC 啊、CNN 的镜头全部对着他。然后他在哭，对，他在哭，就是这样。那个就是充分的显露出，也就是巴勒斯坦人的命不是命，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是非恩怨，我们身为一个遥远的国家，我们很难去说谁对谁错。那当然战争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可是这场战争我真的是觉得以色列要非常谨慎的处理，因为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如果一个处理不慎，这就会变成大屠杀。那一旦大屠杀的话，我觉得美国大概在中东的布局就整个完蛋，那就是整个完蛋。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美国会想办法。表面上看起来美国好像派军事要去帮助以色列，其实我觉得他在另外一部分也是要制衡以色列。我认为他大概也不会希望以色列出太大的乱子。那以色列自己心里头也要想清楚，因为他现在最不希望的应该就是重演，就是阿拉伯联军重新对他。大家同一个阵线，因为阿拉伯也分裂了好一段时间了。因为这一次，连远在阿富汗的塔利班啊，不是塔利班，塔利班。好，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海军新疆舰前舰长吕礼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赶紧来看看马文君指控郭喜联韩搞诈欺，这个韩是韩国，南韩搞诈欺，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不过在讨论我们的国造潜舰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审计部他完成了一个报告，他说这个空军司令部的国军长程飞弹防御系统的规划其实未尽职责，而且它的效能过低要求你要检讨指出来你的缺失那这个审计部的缺失报告，它的中央政府的总决算报告一出来，就有网友很酸，就说审计部你讲了大实话你讲出政府的缺失，这样会被查水表吗？而另外我们看到马文君今天也开了直播，关于国造潜舰的事件他不甘受辱他说他当初会把这个资料拿给韩国人，是因为这个录音档这个资料内容是郭喜结合韩国人要诈欺我们中华民国政府，所以他认为应该要把相关的证据交给相关的人士，包括调查局，包括韩国政府包括韩国这一方面。而另外我们听到的黄征辉他也是前海军的舰长，他就说我们海军老将都很生气一件事，
为什么？哪件事呢？他说就是一个潜舰监造，为什么这么资深的上将去？讲的是黄树光，难道不能用一个少将或者是上校吗？他认为里头有很多很多不合常规的事情。而另外这一家得标的公司在南韩他登记其实是在开曼群岛吧，我记得 GL 公司它开业48天就可以得到这个我们国造潜舰的标案吗？台船说 no， 不是这样的，他反击了，他说这是政治抹黑，他说从规划设计到采购都有相关的法规，所以并没有违规的地方。我们看看台船的董事长是谁，他叫做郑文龙他曾经是陈菊在高雄当市长的时候的副市长那一般把他归为局系他当时在高雄市政府担任副市长，过去做过什么事情呢？他的经历在这里。那网友就讲说原来台船的主事者是高雄帮的，所以失敬台船终于出面，应该要正视这个面对录音档的质疑，有很多事情你都没有讲清楚嘛。那郭喜这2天突然晋升了，突然静悄悄了，所以 PTT 上面也有人在酸郭喜说，你是不是连放4天连假？过去你是战神过去1个礼拜我们看到你上节目1天可以上11个通告，怎么搞的？你没有再继续炮打国民党呢？所以看到马文君、看到郭喜两造在互相攻击，可是我们想要知道这水面下底下是不是还有更高阶层的人涉入？有没有人对不起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如果有，就应该要把它揭发。我们看到马文君讲他说可能还要告很多人吧，因为黄曙光有讲嘛，他说有很多人在搞事，有人涉嫌叛国。那继续点名的郭喜直接把马文君给点名的郭喜也被黄曙光要求说少说一点，不要再说了。另外呢，郭喜还点名李喜明，也是卖台集团的一员可是李喜明是备受绿营尊重的战略专家。李喜明自己也讲啦，真相很快会大白，大家都在等待这个所谓的真相。外界也推测，府院高层应该不乐见见到潜舰国造的争议持续延烧，所以现在看起来有鸣金收兵的态势，希望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我们看到在报纸上面有一篇专文，有一篇这个分析文，作者叫做王志鹏，他曾经担任过潜舰兵器长、作战长、轮机长，还有跟潜舰训练中心的教官博士做过这个相关的一个事情。他就写了这一篇报道他说从这个立院的公开资料，海军司令部2019年的预算编列总经费高达493亿多未来台湾自制潜舰可能会因为中美台外部跟内部的因素的整体发展会有很多的变化因为这个是在变动的，跟国际情势都有变动。台湾自己这个自制潜舰案是否背后隐藏贪腐弊案而遭到曝光之后，都会影响2021到2024年首艘原型潜舰的建造问题。他还画了一个图，大意是讲台湾做不做这个潜舰我们有自己的决心，那当然我们有自己的自主意识，可是跟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变化有很大的牵动。从2019年、2020年、2021年到2024年，如果美国总统选举上台的是一个对中国大陆比较强硬派的，我们可能就会朝自制潜舰的方向走。可是如果上台的是一个跟美国跟中国比较和缓的一个总统的话，那可能我们就会比较不倾向往自制潜艇这样子的一个国建国造的方向走。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他点名他分析有3个层次，包括高层次是中美关系跟美国总统大选，中层次是2024年的大选，台湾内部的政局，还有两岸关系的联动变化。低层次当然就是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比较低的有弊案曝光啦，还有这个财力紧缩或建造过程出现重大问题等等。总之我们台湾自己做我们的国造的潜舰，其实牵动的不只是自己内部，还有外部的因素。来请教这个亮哥怎么看？我上王志鹏那个观点也是有问题啦，有问题。
从川普到拜登，你认为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有变化吗？其实都很紧张。是啊，那可是拜登为什么赖清德去美国连那个联邦官员都见不到？所以这个并不是说他跟你比较好，然后就可以提供给你，而是他跟中国虽然在冲突啊，可是中国可以跟美国交易的东西变多了，所以你这个就随时都有变数。随时。对啊，就是即使是川普吧，我坦白说，如果川普2024当选总统他把台湾拿去交易的几率有认为高于拜登呢？那你认为美中的关系有改善吗？不一定啊，而是他们斗争的场域变多了，所以有更多议题可以交易啊，所以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本质嘛。因为我们知道潜舰的红区设备确定要卖台湾是大概2017到2028那个时候啊，所以蔡英文就决定全力推进嘛。事实上，蔡英文2016当选，他是承接了马英九设定的潜舰国造这个任务啊。可是为什么后来可以全力推进？因为美国要放嘛，所以我们就觉得机会难得嘛。那后来台船就2020开始盖嘛，这是事实啊，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嘛。那盖到2003，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成果啊。那本来是明年4月就要泊港啊，就是真正的下水了，大概是这样啊。那未来是不是陆续可以拿到红区设备？谁知道？尤其是美国的洛克希德的作战系统啊，你是不是持续都可以拿到？这没有人知道啦，不会有人知道啦。不过我是觉得，就是因为取得相对的困难，所以外面才会传嘛。说红区设备是由美国拍板的，然后英国跟澳大利亚协助，所以为什么后来会扯到英国直布罗陀那家公司叫 GL 嘛，对不对？因为那个是红区设备，那如果是别的国家都不敢发出口证明啊，所以为什么是跟美国有关的英国？因为直布罗陀还是英国属地啊，英属直布罗陀。对对啊，那第二个就有人说是第二层啊，就是有一些有过潜舰做制造经验的，比如说印度啊、韩国啦，就派人来协助啊。那还有第三层啊，就是有一些美国帮你抠的朋友啦。总之有很多国家，可是都非常机密，他们都不堪曝光，曝光就怕中国大陆施压啊。那韩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嘛，所以我们就看到，为了避免泄密啊。我感觉整个案子好像故意要跳过国防部，所以你看是国安资委主导的，叫黄曙光，那可能就是总统直接透过国安资委，那我不知道其他的相关的人员呐，可是我的感觉就是国防部不太知道，看起来邱国正也不太知道，邱国正不太知道啊，对，你从早年的李捷啊，一路下来到参谋总长李喜明啊。我认为他们都不太知道啊，所以就造成了一个奇怪的体制嘛。因为有责任的人都不用备询啊，立法院都查不到资料啊，那怎么办呢？比如说现在立法院开议了啊，黄曙光他需要备询吗？不需要啊。他可不可以要求做个专案报告，对潜舰国造做专案报告？没有办法啊，或者是秘密的跟委员来报告也可以呀。假设有需要的话，他不会来啦，他不会来。一定要总统府点头啦。所以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嘛。所以坦白说，这些细节啊，还是交给我们舰长啦。因为这个太多细节，我们实在是不敢轻易作答，而且太专业了。不过我们先请教彬哥好不好？先请教彬哥怎么看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照理来说，马英军去年就把资料丢出来了，那本来就应该要去查。你国防部也要去查，检调单位也要去查，结果国防部也没动，检调单位也没动。国防部说这不是高机密的，你管他，你就算是低机密的，有一个诈骗集团正在跟你做生意，你们都不需要去查证，至少应该去问一下吧？为什么连问都没有问？好像就一副这个没什么大不了就算了。他说厂商恶斗就过了，厂商恶斗，你是不是更应该要去关心？这是牵涉到我们的潜舰国造，你当然要去关心啊。然后厂商恶斗不关我的事，有这么奇怪的做法吗？这个本身就非常有问题嘛。然后黄镇辉讲说，这个其实本来派一个什么上将、少校，少校对，少将或上校就可以了。那为什么要派一个上将？
理由很简单嘛，你没有上将这种层级搞不定，因为他整个要绕过国防部嘛，就是完全把国防部当外人嘛，不就是要让他知道。刚才亮哥讲的，不要让国防部知道。基本上就是这样嘛。所以你看这次邱国正出来一副就是什么事都不关我的事啊，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啊，就是这样子而已啊。那我觉得很明显，那他叫黄树光出来处理的话，那很显然他是不是直属蔡英文嘛？就这么简单。那所以整个事件的幕后黑手是不是就是蔡英文？是不是这样？不然的话，郭喜为什么他这样一个前科累累的人，为什么可以去开这么机密的会议？连国防部长都不能去开，结果他可以去开，是谁受益的？谁说这样是可以做的？如果不是蔡英文下令的话，我想不出来谁可以下这个令。这本身非常奇怪。那至于台船出来讲这个东西，其实我必须讲，不是开了48天的公司就可以去得标，而是根本反过来，是你为了让他得标，所以叫他赶快成立一家公司。对，是这样。其实就是这样子，不是吗？这很明显嘛，因为不是只有这个潜舰国造是这样子哦，小吃店去得快筛不是也是这样吗？超市弄蛋不是也是这样吗？全部都是同一个套路啊，都是看见一个商机了，赶快去成立一家公司，不就这样吗？那台船现在就跟我们讲说，一切都经过国防委员会处理，一切都合法没有问题。那你把会议资料拿出来看看啊，他可以拿出来吗？到时候又告诉你就是机密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永远查不出来的东西。你看他所有的一切设计都是要回避外界的监督，你根本不可能监督了。因为他都全部不留下来证据，其他全部都是机密，最快也要30年之后才看见。资料搞不好在总统府、对啊，所以总统府也不会拿出来啊。只有总统知道，黄曙光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国防部都不一定有资料。那我们讲好听一点，这进到保密的是最高层级保密。那讲难听一点，你高兴怎么乱搞也没人知道。对啊，不就是这样子啊？对，这是一体的两面的事情啊。所以郭喜现在当然不会出来，因为这件事情再讲下去就要通天了嘛。所以他当然，而且他该讲能讲的大概也都讲了。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说自己是胡说八道，就结束了嘛。然后就一切都误会一场。可是现在重点是在于，我们这个船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到底能不能用？我最担心的是这个东西，因为看起来接触了一堆都是诈骗集团。那一堆诈骗集团做出来的东西是真的能用的东西吗？你有听说过全世界有哪一家诈骗集团做出高科技的潜舰的？我是没有听说过，所以这个东西非常危险。那至于说王志鹏担心的这个，我真的觉得不用太担心，不用担心，真的，因为我说真的，担心一点用都没有。因为讲实在话，美国说变就变，大家不要忘记，拜登上台之前，我们认为拜登比较温和，是，结果拜登现在跟中国战成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美国那边的变化是我们完全无法掌握的，然后随时这一些东西都是可能会中断，你不要忘记，当年我们买荷兰潜艇，本来也不是只要买2艘啊，后来也是中断掉了。就是没办法，国际形势随时都会变。那重点是我们至少现在这一艘原型舰，它到底里头的东西是能用还不能用？我觉得这个先要给我们一个交代。要把它造好，然后要能用，这才是首要之务。来，请问舰长。谢谢郑亮老师的厚爱啊。那不过我必须很坦白的说，我只是一个3级舰的小舰长，而且我是水面舰的。那对于潜舰的部分，他们的合约也是签水面舰。对，合约是水面舰。的确是啊。那我们必须要这样讲啊，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状况啊，我唯一可以告诉大家的料啊，是现在台面上不是只有一家军火商在讲话，甚至有第2家。还有第3家那个军火商在讲话，所以大家在听的时候啊，要先仔细想一想，他是以什么身份在讲话啊？那我们在那个蔡英文总统这任期之中，不是没有发生过其他的弊案啊。我们回头想一想，距离现在最近的是什么？是猎雷舰啊。猎雷舰当初发生事情的时候，跟现在是一个样子吗？猎雷舰当初出事的时候，是从国防部开始开记者会，海军司令部开始记者会，军备局开始开记者会，现在没人开记者会，通通都是上节目来讲啊。那我们实际上啊，回到说，军事层面上来讲，我们需不需要那个，潜舰国造？我们需要。那刚刚彬哥有讲到说，其实我们当初跟荷兰要买舰龙级，其实我们当初签的 MOU 后面还有6艘。那当时的荷兰呢被
大陆制裁的非常的惨哦。那当然，大陆也提供了相对的补偿方案，所以那6艘台湾就 say goodbye 了。那现在呢？其实2001年小布希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小布希想，可是呢，德国就是不卖，德国咬死了不卖，他把 HDW 船厂的股票都买了超过50%了。德国说随便，那个你要买，整个厂送你，都卖你。可是呢，对不起，就是刚刚郑亮老师讲的，出口许可没有，最终使用者如果是台湾，不可能出口。那我们回头看我们现在的海鲲舰哦，那它也是等于是所谓的海鲲级啊，未来就是海鲲级，它的能力在哪里？它的能力其实从那个水面舰的观点来看，它就是剑龙级 Plus， 也就是它比剑龙级好一点。那剑龙级呢是1988年那个的产品啊、哦，那它如果说按照国防部的说法的话，其实它大概比剑龙级还要那个先进10年，也就是它还不到2000年啊。那很多人说的很大口啊，说我们未来啊这个潜舰国造之后，我们要出口，谁要出口买你2000年前的产品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而且还那么贵，而且有这么多的那个爷爷奶奶啊，那个还有妯娌啊，为什么？因为你都需要一个一个的获得出口许可，可能吗？所以不可能，最后也只是台湾一个人买单而已。至于说这个，如果说像刚刚前子讲的，潜舰不是高机敏，那我还不知道到底有什么是高机敏啊。那当然这不是前子讲的，这个是国防部讲的。反正要撇清责任的时候，什么话都讲得出口。他说是厂商恶斗啊，的确厂商恶斗啊。刚刚不是讲了吗？不是只有一家厂商在讲话，有3家厂商在讲话。另外，我必须要以正视听一点，讲点实际上与军事有关的。也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说解放军的反潜能力很差。对不起，我必须要这样指出啊，那最少是你10年到20年前的一个认知啊。我们怎么说呢？你看看这个是那个第一艘054A 的飞弹护卫舰，它已经切了后面，也就是它有 tow array， 它有主动跟被动的，而且呢，它不只是054有，它其实比054更早的，也就是它其实052D 也就有。这是我个人的研究啊，我研究出这是解放军它的一个科技树。我们来看这个科技树，也就是它从052D 就有这个能力了，那到054A 不但加装，还往前加装，以前没有的通通召回来加装。而且我们从去年的8月到今年的4月，还有今年的8月各项演习，它其实反潜已经系统化了。